Bedok 位於新加坡東區，新加坡人口最多的規劃區。它的歷史最早可以追溯到1604年，在一位葡萄牙制圖師所繪制的地圖上，就已經出現蘇念波多這樣的地名，應該是這樣念啦。翻譯過來就是Sungai Bedok，烏洛河的意思。Bedok 這個名字具體是怎樣來的？最常見的解釋是源自於 Bedok 這個馬來詞彙。Bedok 是一種在清真寺裡面使用的大鼓，用來提醒穆斯林同胞祈禱的時間。今天的第一站，我們來到 Bedok Central 的巴沙216，好熱鬧，好多人啊！對面有個雜貨店，這裡是花店，然後這裡有賣燒臘的，我們進去看看。我們進來了，這裡有賣水果的，那裡有賣新鮮的魚，然後賣蔬菜，冷凍食品。這裡應該是屬於濕巴沙的區域，大家都是在賣生鮮啊、肉類，有賣蝦，好多阿姨在買豬肉的。然後再向前走，這裡有一檔看起來是賣鹹魚，有一些小說凍江魚仔。再看看前面還有什麼？新加坡的3大種族做生意都在同一個地方，這個是馬來的檔口，然後這裡有服裝店，是華人檔口，在它的隔壁也是一個雜貨店，是一個印度檔口。穿過服裝店，我們就來到了它的 Hawker Center。好，先去吃早餐。好多人，好熱鬧！我們先試試看這個菜市菜頭粿，我第一次看到長形的，好多人排隊啊！不接受5分錢，馬來西亞好多地方也是不接受5分錢。好，謝謝。在這個 Hawker Center 的隔壁有街頭表演，這裡也有人表演古箏。菜頭粿呢，最早是明清時期的民間小吃，它是用白蘿蔔和米漿蒸制而成，通常會加入蝦米碎來提鮮啊。實在找沒有位置，我們就站着吃。哎，先來一條。哦，外皮好酥脆哦，然後裡面糯糯的，非常的香。早上來這麼一條。精神氣爽，做成条狀的這個方法非常的聰明，隨時隨地都可以拿來吃，非常的方便。好嘞，完食，2塊2，非常的推薦。剛剛看他隔壁那一檔蝦麵檔也非常多人排隊，我們找個位置坐下去試試看。這個蝦麵的隊伍好長啊，整個小販中心最長就是它了。大家的招牌都是南洋風味的，五顏六色的。就只有這一檔蝦麵，它看着有一種日式拉麵的招牌感，極簡的風格，與眾不同。拍了半個小時，差不多要到我了。我們今天吃新加坡的特色排骨蝦麵，它的檔口上面有吊着折紙的蝦，有白色也有紅色，看着就非常的喜慶。準備了那麼多的排骨還有蝦，已經不好喝了的。手腳沒有停過，非常的忙碌。那個隊伍是越排越長，已經到那裡了。首先看一看它外觀，我這5塊半的有排骨，有蝦，然後我點的是粿條，這個是翁菜。我第一次看到湯頭那麼清澈的蝦麵。先來一口湯，我非常好奇它的湯。哦，好鮮甜的湯頭哦，非常的鮮。喝下去可以喝到蝦的鮮味，淡淡的胡椒味，還有一點翁菜的味道。我還是第一次喝沒有加辣椒的蝦麵湯。蝦麵據說是由早期移民至南洋冰島，也就是檳城的那個 Georgetown 那個島的福建人發明的。當時是日據時期，所以當年他們捕到的魚就要優先賣給日本的軍人。他們就把剩下的蝦殼啊、蝦頭啊拿去熬湯，加黃麵，
就变成了蝦麵。後來我們平常吃到有加辣椒的那個版本，應該是在中間演變的過程，他們添加進去的。那這碗就是最原始的蝦麵，來試試看它的蝦已經剝好殼了的，但是它還保留它的頭跟尾。蝦非常的 Q， 來一塊排骨，排骨燉得非常的軟，老人家也可以吃。完食，總結就是這半小時的隊伍是排得值得的，好吃，非常推薦。队伍長的排下去就沒有錯。這一家叫做 Generation Coffee Roasters， 好像是整個小販中心唯一一家賣西式咖啡的，也是挺與眾不同的。這裡除了有賣西式咖啡之外，還有賣泰式奶茶，還有新加坡常有的南洋咖啡。它這裡還有教人選甜度，果松、小奶、加蛋。奶就是甜的意思啦，然後少就是少的意思，加就是加的意思，是粵語。然後 thickness 選它咖啡的厚度，薄跟早，或者是普通。我點的是這個 Spanish Latte 冰的。OK, thank you。顏色挺漂亮的啊，可惜被擋着了，哈，老哥。找個地方，找到個地方停下，拍個 B-roll， 挺好看的。Generation Coffee Roaster， 還有漸層的效果，來試試看。這一家就排了20分鐘，攪拌攪拌。西班牙拿鐵，我也是第一次喝，喝喝看。咖啡的味道挺香的，淡淡的奶味，然後甜味也是一點點而已，不會太甜，好喝。我們接着去我們的目的地 ，Let's go。我們到了伯多最具代表性的地標伯多蓄水池，他們將這裡打造成一個公園，有人在這裡拍照打卡，看着有 One Piece 的感覺，不知道為什麼。還可以來這裡釣魚。但是有一些規則需要遵守啦。好寧靜啊！這裡原本是採砂場來的，但是在砂礦枯竭之後，就留下了一大片凹地。大概在1986年的時候，他們就將這裡改建成蓄水池。這裡有一條用沙子鋪成的跑道，周長大概是4公里。剛剛有看到有一些人在這裡跑步，像這樣子的蓄水池在新加坡大概有17個，主要是用來收集雨水，減少對馬來西亞的供水依賴，然後還可以在下暴雨的時候用來調節雨量，幫忙防洪這樣子。這裡有一些小小的規則，主要就是不可以進去水裡面，然後狗狗的繩子要拴好，然後不可以隨意放生。蓄水池的旁邊還有一間 bistro 叫哇哇哇，然後已經有人在這裡喝啤酒了。這裡是一個很安靜又非常涼爽的地方，從剛才到現在吹來的涼風不斷，可能因為有蓄水池的關係，非常適合想要來享受寧靜的人。蘑菇蘑菇站站，就是你打擾我唱歌，唱到一半的，哼，好勤勞哦他。我走了大概有10分鐘，他從剛剛那裡飛到來這裡採花蜜。啊，勤勞的應該不是小蜜蜂，懂是什麼？我們要到了，這是一家伯多比較有特色的清真寺 Majlis Akaf Kampung Melayu。它是少數有提供聽障人士宗教課程的清真寺，從1932年就建成了的，所以算到現在也有近100年的歷史了。它跟新加坡的3A 家族有關，3A 家族就是在新加坡發展的3個阿拉伯族商人的家族。
3A 分別指的是 Aljunied、Alsagoff、Algarve， 在新加坡的人应該都有聽過這3個名字。Mosque 就是清真寺，所以總體加起來是 Algarve 的清真寺在馬來群多見了。除了有白蘑菇，還有黑蘑菇，不管你是白菇還是黑菇，只要什麼什麼的就是好菇，超級熱鬧的。還有臨時擺的一個市集，進去看看有什麼。有賣水瓶、衣服，還有什麼？感覺都是日常用品比較多，也有賣一些果乾，好酷！有一些洋娃娃，還有賣水果的，這裡還有賣榴蓮。接着我們來到 Bedok Interchange 的 Hawker Center 來找美食。這裡因為是中轉站，附近有 MRT 有巴士站，所以人流是非常的多。我們試這家福海芳鄰咖喱雞麵，有一些人在排隊。根據排隊定律，應該是沒有錯的。這裡還有 display 給人家米粉、粿條、黃麵跟粗米粉。我點了粗米粉，看賣相感覺非常的不錯哦。看一看它有什麼料，這是粗米粉，有豆卜、馬鈴薯，還有那麼多的雞肉，很肥美的感覺。先試試看它的湯頭，很濃的咖喱味，然後帶着濃濃雞湯的味道，鮮甜。來到新加坡之後啊，我就發現粗米粉才是我最愛的麵條。來一點三巴。它的三巴調得好夠味哦，咬下去顆粒感非常的足，然後比較重口味，鹹香的，很讚。來一塊雞肉帶皮的，試試看豆卜，湯汁還在滴，豆卜吸滿了咖喱湯汁就是爽。最後來一塊馬鈴薯，它的馬鈴薯燉得好軟哦，感覺輕輕用力一夾。加不了。咖喱雖然是起源於印度，但是你在印度是找不到咖喱的，他們是叫做瑪莎拉，指的是混合的香料。每一家的配方跟味道都有一點點差別。後來英國人來到了印度，就接觸到這道美食，他們就覺得哇很好吃，但是太多配方太難記了，所以他們就統一了配方，制作成咖喱粉帶回了英國。也就演变成我們現在常常吃到的咖喱，所以我們現在吃到的咖喱口味啊，其實是英國人調製的版本來的。繼續吃口水豆果茶，完食，果然跟着排隊定律就是沒有錯的。給的料非常的實在，咖喱湯也非常的香。我點的這碗是5塊錢。我記得小時候媽媽在煮咖喱雞的時候啊，它的前置工序還蠻複雜的。它需要先將辣椒乾、大蔥、蒜米、香茅這些先打碎，打成辣椒醬這樣子，再將這個辣椒醬拿去炒香，炒大概半個小時之後，再把這個炒好的辣椒，再加上咖喱粉、辣椒粉、香茅，然後炒了之後才加雞肉，炒了再加水去給它燜熟燜香，所以不是一個簡單的料理。總之推薦。我剛剛看到它隔壁還有一個甜品店，也是很多人在排隊。我們試試看，就是這一家品味甜品。你看看這個隊伍，好多選擇。不過點1號準沒有錯，來個冷的清湯。來，清湯冷的來。OK， 謝謝。我們看看下面有什麼料：龍眼、海底椰、jelly。還有一個紅茶，試試看。剛剛才發現裡面還有番薯，還有白果，好多料。喝着有點像八寶湯。剛剛搜了一下，這裡的人是叫做6味清湯。喝着非常的舒服，很清新涼，甜度是我喜歡的，少甜。喝着真的是非常順口。完全停不下來。
新加坡真的好多街頭表演哦，這已經是我們今天看到的第3個街頭表演。完食，我剛剛點的那碗冷的清湯是2塊半，料給的非常的足，物超所值。我剛剛吃完一直在想，它的味道很像我小時候吃過的，這味道真的非常熟悉。後來吃完就想到了，它非常像小時候媽媽帶我們去參加別人的婚宴，最後一道甜品就是那個味道。但是這家他給的料當然是比婚禮的還要多。好了，本期的視頻就到這裡，我是蘇珊，拜拜。